他被判了957年监禁。他就是美国犯罪史上最喪心病狂、最令人发指的灵魂杀手杰弗瑞·萊昂內爾達默。外表温順普通的他，堪稱惡魔的化身。從1978年到1991年間，這位惡魔先後殘害了17名無辜男性，其作案手段之殘忍，行為之變態，成為美國犯罪史上難以抹去的黑暗印記。1960年5月21日，杰弗瑞·萊昂內爾達默出生於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密爾沃基，是家中長子。父親赫伯特·萊昂內爾達默是一名分析化學師，因工作繁忙，常年在外。母親喬伊斯·達默是電傳打字機講師，患有產後抑鬱症，長期服用抗焦慮藥物。夫妻二人常年爭吵不斷。童年初期的杰弗瑞還算活潑開朗，喜歡看蝙蝠俠、大力水手等動畫，但這一性格在他6歲時因一場疝氣手術徹底改變。由於手術中麻醉效果不佳，杰弗瑞感受到剧烈疼痛，甚至懷疑自己的生殖器官被切斷。術後，他不僅變得沉默寡言，還常因這場手術成為同學的嘲笑對象，性格逐漸孤僻。7歲時，弟弟大衛出生，全家搬至俄亥俄州的杜爾斯頓，父親將更多關愛傾注在小兒子身上，對杰弗瑞的忽視愈發明顯，這讓本就內向的他更加膽怯安靜。而弟弟的降生並未緩和父母的矛盾，爭吵依舊不斷，母親的精神狀況也愈發糟糕，甚至曾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療。此後幾年，家庭頻繁搬家，杰弗瑞為數不多的朋友也斷了聯繫。他的性格愈發孤僻怪異，將內心的孤獨轉化為對特殊事物的愛好。最初是收集蜻蜓、蝴蝶等死去的昆蟲屍體，後來逐漸發展到在路邊搜集動物屍體，用小刀解剖觀察其身體構造，且愈發着迷。一次家庭聚餐時，杰弗瑞突然詢問父親，將雞骨頭放入漂白劑溶液會怎樣？父親誤以為兒子對化學感興趣，便教他如何安全漂白和保存動物骨骼，還允許他使用自己的化學試劑。這一行為進一步助長了杰弗瑞的變態癖好，他開始更狂熱地搜集動物屍體進行解剖。13歲時，杰弗瑞進入布魯中學，解剖愛好並未緩解他的孤獨，酗酒成為他的新寄託，他幾乎久不離身，甚至將酒藏在了你外套裡帶到學校。青春期的杰弗瑞發現自己對男性抱有特殊興趣，但深知父母不會認同同性戀，便始終隱瞞這一秘密。16歲時，他萌生了一個可怕的想法，找到一個完全順從自己的男性，哪怕對方是一具屍體。為此，他曾拿着棒球棍蹲在偏僻小路的灌木叢中等待目標，最終因無人經過而放棄。1978年年初，父母破碎的婚姻走到盡頭，父親搬出家門。同年5月，杰弗瑞高中畢業，並考入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學，但不久後便輟學，具體原因不明。隨後，父母正式離婚，弟弟大衛跟隨母親，杰弗瑞則由父親撫養。家庭的破裂再次刺激到杰弗瑞，多年前那個恐怖的殺人想法再度浮現。1978年6月18日，獨自居住的杰弗瑞以喝酒為由，將青年史蒂夫·希格斯誘騙至家中。兩人喝酒唱歌狂歡數小時後，史蒂夫提出要回家，不願讓他離開的杰弗瑞趁其坐在椅子上時，突然用啞鈴將其砸死。隨後他脫下史蒂夫的衣服猥褻屍體。次日一早，在地下室將屍體解剖後埋於後院。1個半月後，因擔心屍體被發現，杰弗瑞將屍體挖出，剔下肉塊，用硫酸處理後沖入馬桶，再用大錘砸碎骨頭，零散埋回後院。1979年1月，在父親的敦促下，杰弗瑞加入美國陸軍，最初表現尚可，但很快又陷入酗酒的惡習，甚至毆打2名士兵。1981年3月份，他被軍隊強制退役。回到俄亥俄州後，杰弗瑞起初與父親同住，但僅2周後便因酗酒引發的不良行為被逮捕，罰款60美元，並判處10天監禁。1981年12月，忍無可忍的父親將杰弗瑞送往祖母家中。此後幾年，杰弗瑞無所事事，全靠祖母供養，行為卻愈發猖狂。他頻繁出入同性戀酒吧和公共浴室，通過偷偷給男性伴侶服用安眠藥或含有鎮定劑的酒將其迷姦，滿足自己的變態慾望。更令人髮指的是，他曾在報紙上看到一名18歲男性的葬禮報道，竟萌生盜墓將屍體帶回家的想法，最終因墓地土壤過硬而放棄。1986年8月，杰弗瑞因在2名12歲男童面前裸露隱私部位被逮捕。起初他承認了罪行，後又改口稱當時只是在小便，但仍被判定為行為不檢點，判處緩刑1年。然而緩刑並未讓杰弗瑞收斂，反而變本加厲。1987年9月15日，來自密歇根州昂托納貢的史蒂夫·托美到密爾沃基遊玩時與杰弗瑞相遇，兩人先在同性戀酒吧喝酒，後回到杰弗瑞的祖母家繼續飲酒聊天。次日，杰弗瑞醒來後發現史蒂夫已口吐鮮血死亡，他
他對此前一晚的經過毫無記憶，但仍冷靜地將屍體裝入旅行箱帶到地下室處理，猥褻屍體後將其肢解。1989年3月，傑夫瑞在同性戀酒吧認識了安東尼·希爾斯，以喝酒拍裸體照片、發生性關係為誘餌，將其誘騙至祖母家，在酒中放入自制安眠藥，待安東尼睡熟後將其殺害。此次他將安東尼的腦袋用水煮開，塗成灰色，留作紀念。祖母雖對傑夫瑞的惡行一無所知，但厭倦了他頻繁酗酒及深夜在地下室發出的敲擊聲，於1988年強迫他搬離。被親人拋棄的傑夫瑞傷心不已，隨後搬到北區25街的牛津公寓。此後他更加肆無忌憚地誘騙殺人，作案手段愈發殘忍，其中14歲的老挝裔美國男孩克拉內克的遭遇最為悲慘，他也是傑夫瑞的第13個受害者。1991年5月27日，傑夫瑞將克拉內克誘騙至公寓，將其迷暈後外出買啤酒。克拉內克因安眠藥藥效未退，醒來後赤裸着身體蹣跚跑出公寓，被2名路過的女孩發現並報警。傑夫瑞發現後試圖將其拖回公寓，恰好警察趕到。狡猾的傑夫瑞謊稱自己與克拉內克是同性戀人，聲稱克拉內克已19歲，只是喝多了酒才顯得暈乎乎。警察進入公寓後，雖聞到難聞氣味，但見屋內收拾整潔，且傑夫瑞表現得溫文爾雅，十分配合，便不願介入同性戀之間的糾紛。未詢問昏睡的克拉內克，也未做進一步調查，便離開了。當晚，克拉內克被傑夫瑞活活勒死。從1978年6月18日到1991年7月19日，傑夫瑞在13年間瘋狂殺害了17名男性，受害者年齡從14歲到36歲不等，大多為黑人。他通常出入同性戀酒吧，将受害者誘騙至家中殘忍殺害，隨後猥褻屍體，滿足變態慾望，還會將受害者肢解後用醬料烹飪，其餘器官則放入冰箱儲存，同時熱衷於拍攝肢解屍體的過程。其惡行也被認為是電影《漢尼拔》中食人魔形象的靈感來源，因此被稱為密爾沃基食人魔。1991年7月22日，傑夫瑞的好運走到了盡頭。前一晚，他仍在密謀獵殺第18個目標。當天，他像往常一樣在同性戀酒吧物色獵物，以$100為誘餌，邀請他人到公寓拍攝裸照。最終，特雷西·愛德華茲上鈎。推開傑夫瑞家大門的瞬間，特雷西便聞到一股惡心的氣味，還發現客廳地板上放着幾盒鹽酸。傑夫瑞謊稱是用來清潔地板的。儘管心存疑慮，但為了酬勞，特雷西還是跟着進入公寓。兩人躺在床上，邊喝酒邊看電影。昏暗燈光下，特雷西震驚地發現臥室牆上掛滿了屍體照片，而傑夫瑞此時已注意到他的驚愕，迅速拿出手銬銬住他的一只手，隨後掏出匕首逼迫他脫衣服，並忽悠稱脫完衣服就解開手銬。機智的特雷西謊稱要先去廁所，回來再脫衣服。急於滿足慾望的傑夫瑞未加懷疑便同意了。走到客廳時，特雷西突然轉身用頭撞擊傑夫瑞，趁其暈眩之際踢了他幾腳，隨後奪門而逃。恰好遇到附近巡邏的警車，立即向警察求救。警察趕到傑夫瑞的公寓後，要求他拿出手銬鑰匙。傑夫瑞起初配合交出，但當警察提出要查看臥室時，他突然激動地與警察廝打起來，最終被2名警察合力摁倒在地。警察進入臥室後，發現了大量屍體照片，立即請求總局增派人手。增援警力趕到後，在公寓內展開地毯式搜索，最終在冰箱、廚房、臥室、壁櫥中搜查到多個男性頭顱，還找到2顆人類心臟、一部分人體骨架，甚至在廁所垃圾桶裡發現3根人類骨頭，以及多張記錄傑夫瑞肢解屍體過程的變態照片。接下來的2個星期，在警方的反覆盘問下，傑夫瑞毫不掩飾地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罪行，承認自1978年以來共謀殺了17名男性。隨後，他被指控16項1級謀殺罪，其中1起因證據不足未被起訴。庭審中，辯方律師指出，傑夫瑞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和分裂型人格障礙，但法院未予採納。由於案發各州已相繼廢除死刑，傑夫瑞最終被判處16個終身監禁，共計957年徒刑。宣判後，他被轉移到威斯康星州的哥倫比亞懲教所服刑。第1年因安全考慮被單獨關押，後來在他自己的同意下轉入公共監獄，日常工作是清潔馬桶。在監獄中，傑夫瑞開始信仰基督教，一名牧師經常看望他並為他做禮拜，但這並未讓他得到救贖。1994年10月18日，傑夫瑞被同監獄的囚犯亂棍打死，該囚犯自稱上帝之子，聲稱殺死傑夫瑞是受到上天感召，是在替天行道。傑夫瑞達莫的罪惡一生根源在於家庭關愛的缺失、不幸的成長環境與扭曲的思想萌動。破碎的家庭帶來的傷痛，被壓抑的慾望，造就了他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缺陷，導致內心對他人極度冷漠。酗酒起初是他逃避孤獨的方式，後來逐漸成為犯罪的輔助手段。而殺人、烹煮並食用屍體的極端行為，歸根結底是為了阻止獵物離開自己。
善惡終有報，這位臭名昭著的食人狂魔最終未能逃脫正義的懲罰。儘管這種以暴制暴的結局存在諸多爭議，但也讓世人看到了罪惡的最終歸宿。